大哥，我这是怎么了？玉儿，你在外这段时间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皇太医医术高明，他是不可能号错了脉的。他这个从小捧在手心、冰清玉洁的三妹，被人玷污之后，又不敢说出实情。原本天真浪漫的女孩，如今变得这般郁郁寡欢，他实在是痛心。玉儿，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和大哥说，大哥不会责怪你，只会将欺负你的人一个个绳之以法。他一下子扑到赫连白的怀里。大哥，那你可真要为我做主。你说，孩子的爹是谁？赫连玉的身子一颤。什么孩子的爹？难道刚才黄御医把出的不是我得了重病，而是我有了身孕？那一次竟让我有了身孕。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现在该怎么办？虽然我被那啥的事儿被赫连觉和白小玲看见了，但是以最近的情况来看，他们二人都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去。但如果我说孩子是沈从清的，白小玲一定不会坐视不管，她会将事情讲出。她刺伤过赫连觉，而那一次是白小玲救了她。我不确定现在赫连觉是帮白小玲还是帮我。如果赫连觉选择帮白小玲，那么父皇母后他们一定会相信白小玲和赫连觉相同的话，而我被几个幽冥的男人欺负的事情也将弄得人人皆知，我没脸在这个世上活着。他在赫连白的怀里嚎啕大哭着。大哥你救救我，不是我情愿的，是他逼的我。他究竟是谁？赫连玉脑海中出现的人不多，但是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吴顺，因为他前段时间刚向父皇要梅香。吴顺不过是沈从清的一个侍卫，这件事情一旦揭露，父皇母后都会盛怒。沈从清若是为吴顺说情，他的官职兴许不保。牺牲一个亲卫，大家皆大欢喜，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大哥，他叫吴顺，是沈将军的一名侍卫。沈从清？赫连白眯了眯眼睛。前段时间他的老师倒是向他提起过这个人，说他在老师的寿宴上桀骜不驯。除此之外，他在外的名声很好，所以对于那件事情他并没有追究。想不到他竟然纵容他的手下欺负了他的三妹。但是其中还有一点，你是尊贵的三公主，吴顺一个小小侍卫，他如何敢欺负你？吴顺与我的贴身宫女梅香早就眉来眼去。一日晚上梅香出去，我在房中睡觉，吴顺偷偷摸摸便来了。我拼命挣扎，他却捂住了我的嘴，强行要我。我反抗不过，他要我的时候喊的是梅香的名字。我想着他大概是将我认作了梅香。事过之后，我不敢将这件事情说出来，害怕损了皇家的脸面。哥哥，你不要劝我，也不要为我报仇，这件事情是一件丑事，你就让我这样饿死算了，让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赫连白的脸阴沉的可怕。玉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父皇母后，孩子留不得。明日我便暗中派工人给你来送堕胎药，不过那些欺负过你的人我不会放过。他说罢就离开了公主殿。东宫，赫连白坐在檀木雕花椅上，而在他身边被五花大绑绑住跪着的正是梅香。吴顺见此，他大喊：太子殿下，你这是何意啊？得知吴副将新月宫女梅香特将梅香绑来，吴副将今夜能不能将她带走，就得看你的本事了。吴顺已是意识到事情不对。吴副将，快走，你快走！梅香不知道赫连玉对太子说了什么，不过太子从公主殿出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究竟发生了何事？宫中婢女与宫外侍卫通奸，
应当杖毙。吴顺愣在当场。通奸？我与梅香从来没做过那些事情，我们甚至都没有牵过手，只是因为看见她，我仿佛看见了自己家中的妹妹，我想要帮助她，保护她，想要将对妹妹的亏欠还在梅香的身上，仅此而已。家中贫困，遇到1年大旱年，家里颗粒无收，妹妹年幼被饿死了，我对她的亏欠永远偿还不了。因为梅香与妹妹长得有些像，所以我才对她好。太子殿下明察，我与梅香姑娘清清白白。清清白白？他想到赫连玉说过的，吴顺将她当做了梅香，他的眼神更加阴鸷。本太子相信你们是清清白白，不过你想带走她，必须要经受过考验。什么考验呢？赫连白看了身边的侍卫一眼，侍卫将一把匕首扔到他的面前。自宫。太子殿下，我是将军府的侍卫，不是要入宫做太监的男人。太子殿下夜里派人将我找来，却要我在这黑漆漆的屋子里面自宫，是何意思呀？是何意思？玷污了我三妹的男人，不配再做男人。你不愿意也可以，宫女梅香私通侍卫，杖毙。吴顺听着赫连白的话，他有些生气。他就算是太子又如何，也不能这么颠倒黑白，草菅人命。太子殿下口口声声说我与梅香姑娘私通，可有证据？不需要证据，本太子说你们私通，你们就是私通。今日要么你自宫，要么他丧命，否则你们两人都无法活着走出本太子的行宫。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吴顺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样的太子他不跪。太子殿下，我虽为侍卫，人为言轻，但是你也不可这般对我。我是将军府的人，你要拿人找沈将军去。赫连白听到沈将军3个字，他眉头微皱。一个小小侍卫，竟然学会用沈从清来威胁我了。不是这个侍卫的胆子太肥，就是沈从清给了他们肥胆。赫连白的侍卫将吴顺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侍卫说：没有太子殿下的命令，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里。梅香见此，他哭喊：吴副将，你不要管我，你快些离开吧。梅香姑娘，我说过要带你离开皇宫的，上次没能实现我的诺言，这一次我一定要带你走。吴顺一个旋身，拔出随身携带的短刀，将梅香身上的绳子割断，将梅香扯了起来。他知道，如果他这次不将梅香带走，梅香也许就会和他妹妹一样，永远离开他了。我这把短刀割过敌人的头颅没有上百也有几十，想不到如今却要用它来对付自己的人。太子殿下，你真是东篱的好太子，无凭无据栽赃陷害，凭你无上的身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这样的太子我吴顺不服。他说完，一咬牙，一手牵着梅香，一手挥着短刀，朝着离他最近的侍卫挥去。太子殿下，求你放过吴副将，奴婢并没有和吴副将苟且，奴婢和吴副将清清白白，奴婢可以接受验身，还请太子殿下高抬贵手。赫连白眼中的戾气闪过，你可以接受验身，我还是清清白白。你如今能够拥有清白之身，就是我的三妹替你受了罪。既然吴副将不愿意自己动手，你们替他做了。是。吴顺此时被控制住，他的四肢皆无法动弹，一个侍卫拿着刀朝他走去。吴顺大喊：赫连白，有本事你杀了我！杀他难解心头之恨，对于男人来说，自宫可比杀他让他屈辱多了。侍卫举着剑朝着吴顺的当下狠狠刺去，梅香见此挡在他的面前，那一剑刺入梅香的心脏。啊！他抱住梅香，梅香姑娘。他没有着急回答吴顺，而是看向了赫连白。赫连白也没想到梅香居然会冲上去挡剑，此时略微有些惊讶，他在祈求他：
太子殿下，奴婢梅香愿意接受杖毙之刑，请放了吴副将。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吴顺听了梅香的话，眼泪刷刷滚下。梅香，不要再说了，我会带你离开，我会找人救你。他依旧没有应吴顺，而是眼睛死死地看着赫连白。太子殿下，奴婢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但是奴婢与吴副将之间真的是清清白白，求你。赫连白看着梅香这个样子，心中微微有些不忍。既然这一刀你替他受了，本太子将不会再追究。梅香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谢谢吴副将，我好疼。梅香，我带你去找大夫。他一下子将他抱起。吴副将，我们是奴才，当奴才的怎么可以和主子抗衡？那是赢不了的。我们只有求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们可怜，这样他们才会放过我们。是我错了，我不该冲动，我应该跪下来求他的。梅香，你不要再说了，你不会死，只要我带你回将军府，将军和夫人一定会救你的。他嘴角勾着笑。说来奇怪，我只认识你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竟是羡慕那些留在将军府的奴婢。如有来世，我要投胎在将军府，依旧和你认识。吴顺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梅香的脸上。不要和我认识了，我会害了你。没有，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吴副将，你说要将我当作妹妹，可是我喜欢你呢。吴顺身体一震，他看向怀里的梅香。赫连白的眼瞳一缩，吴顺将梅香当作妹妹。梅香姑娘，我虽喜欢你，却不希望你记着我，记着一个死人，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吴副将，梅香的身体抽搐几下，眼睛睁得很大。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身体完全瘫软下去，没有任何力度。他死了。将军府的亲卫军见吴顺迟迟没有回来，于是将他去了东宫一事禀明了沈从清。沈从清觉得事情不对，他与赫连白没有交集，而且赫连白没有理由夜里宣见吴顺，于是他带了10来人前来东宫。来到东宫中庭，沈从清就看见吴顺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跪在地上，在他身后有10几名拿着长剑的侍卫，还有赫连白。他眼睛一眯，走到了吴顺的身边，对赫连白冷声说：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本太子不过是在自己的地方处理一些私事而已，沈将军携刀剑闯入，本太子还想问沈将军是何意思。私事？吴顺是我兄弟，关于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不存在私事一说。若是我兄弟真做了对不住太子殿下的事情，明日早朝，本将军愿意与太子殿下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这件事情说清楚。赫连白眼皮一跳，
这个沈从清可真是一个不知轻重的家伙，他竟然要为了一个区区侍卫和当朝太子闹翻。后来本太子发现是误会一场，本想送吴副将回去，既然沈将军来了，就将他带走吧。不管这件事情是谁有理，此时他们都不宜在东宫动武。沈从清去扶吴顺，对不起，我来晚了。大哥，没想说他喜欢我。他的这句话犹如一根毒针扎在沈从清的心里。都是大哥的错，大哥应该早些替你做主，早些替你讨了梅香姑娘来。大哥，他为什么在临死的时候才说他喜欢我呀？若是我早点知道，我们之间不会是这样的。起来吧，我们带着梅香姑娘一起回去，以后她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吴顺站了起来。是啊，他该是不会愿意待在这里的，他该是恨这个地方的。贺连白看着沈从清他们离开，刚才吴顺和梅香表现出来的不像是装的。对于梅香和吴顺的事情，难道是贺连玉欺骗了他？贺连白深夜到访贺连觉的府邸，贺连觉还有些惊讶。贺连觉见贺连白面色凝重。皇兄，发生了何事啊？玉儿的事情你可知道？玉儿的事情？三弟，不要再瞒我了。贺连觉见贺连白的表情语气，难道他知道了那件事？皇兄，你是如何得知？贺连白脸色一暗。玉儿她有了身孕。什么？贺连觉大惊失色。这件事情可还有其他人知晓？替他诊治的皇太医。听到替贺连玉诊治的人是皇太医，他才放心了一些。那玉儿都告诉你了？玉儿说是沈将军身边的吴副将吴顺侵犯了他。贺连觉又是瞪大了眼睛。那你抓来吴顺审问了？我信了玉儿，他以前从不对我撒谎，而且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也没有必要骗我。并不是贺连玉从不对贺连白撒谎，只不过这是贺连白拆穿的第一个而已。然后呢？玉儿身边的那个宫女梅香死了，你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多，你觉得吴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皇兄，吴顺就是老实巴交的一个兵，在与他们同行的1个月时间里，连我都看出梅香姑娘对他有情，可他却看不出来。皇兄，这件事我本答应了玉儿，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可是如果我再不说，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受难。以后玉儿要是怪，就怪我一个人好了。其实欺负玉儿的人不是吴顺，是幽冥的几个男人。那几个男人被我杀了，这件事情我与沈夫人都知道，但是为了玉儿的名声，我们没将这件事情往外讲。贺连白的眼眸越发幽暗。几个男人？如今梅香死了，我真不知道沈夫人会不会将这件事说出来。他若是敢说……贺连觉打断了他。皇兄，我觉得三妹变了。你可知我养了这几个月的伤是因何而来？为何？就是他亲手捅的。当初我以为他怨我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他伤我，我不怨他。可是如今他又闹出了人命，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再由着他惯着他了。他所做出的事情应该学会自己负责。三弟，你要他如何负责？难道你要堂堂三公主去向一个宫女偿命？皇兄，梅香是宫女没错，可她也是一个人呐。现在她因为三妹而死，三妹至少要去她的灵位前道歉呐。道歉？那道歉的时候要如何说呀？说堂堂三公主污蔑宫女梅香与将军府侍卫有染，横死当场。贺连觉觉得自己说不通贺连白，他一个劲儿地摇头。贺连白在护短这一方面与父皇实在是太像了。三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继续保密。皇兄，你要如何做呀？过几日我要去一趟将军府，亲自对白小玲嘱咐这件事情。皇兄，沈夫人不像你以为的那般。她若是敢不顾整个将军府的安危，大可将这件事情说出去。皇兄，不可呀！贺连白没再听贺连觉的劝阻，已经疾步离开。
另一边，大哥，你们都进去吧，我去给他找一个好地方，好生将他葬了。吴顺，将他抱进去，给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让他走得体面。可……沈从清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放心，你大嫂不会介意这些。大哥，这辈子当牛做马，我会报答你的恩情。好了，别说这些。我不要你当牛做马，你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白小玲还坐在房中喝茶，等待沈从清。东岳急忙来报：“夫人不好了！”何事这么慌慌张张？刚才我听丫鬟们讲，今夜吴副将抱回来一个死人。白小玲眼皮一跳：“啊，什么死人？不知道，不过我听扫地的罗丫鬟说，那个死人还是个姑娘，穿的好像是宫女服，死得很惨，全身都是血。”她心中一颤，穿着宫女服，几乎瞬间的，她就想到了梅香。东岳，把我的披风拿来，我要过去看看。夫人，你还有1天才出月子啊。披着披风，吹不到风。是。小玲，你如何来了？他看着停放在屋子中央躺着的梅香，又看了看一屋子面色沉重的男人。发生了何事？我到东宫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我也不知发生了何事。吴顺咬着牙说：“赫连白说我与梅香姑娘私通。”吴顺的这一句话一出，立刻就有亲卫回应：“不可能啊，二哥连梅香姑娘的手都没有牵过。”赫连白是太子，他整天日理万机，不会来管你们的事情，更不会亲自处理你们的事情。如今他这般做了，那就说明是有人在他面前告状，而且这个人在他的心里十分有分量。大家几乎同一时间都想到了赫连玉。我现在已经隐约猜到了赫连玉对赫连白说了什么，我想赫连白应该很快就会来见我。你是朝廷命官，这件事情你不要管，我会替梅香姑娘讨回一个公道。那件事情赫连觉让他替赫连玉保密，他对沈从清也没有说过。小玲，从清，你放心，赫连玉有把柄在我手上，若是他赫连白不好好对我说话，赫连玉就毁了。而且还有左倾在我身边，我不会有事。沈从清看着白小玲信心十足的模样，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小玲，我得陪在你的身边。从清，这件事情我曾答应了人要保密，若不是到了最后一步，我还是想坚守自己的承诺。从清，你放心，我做事自己有一个分寸，若是不出意外，赫连白以后就是皇上，你若明着与他撕破脸皮，以后还如何在朝廷上立足？你不仅代表你，更是代表整个将军府的生死存亡，这件事情你不要参与。可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在这件事情上也应该相信我。沈从清想了良久，他才勉强说：他来见你的时候，我要待在门外，只要一有其他事情，你大声叫我的名字。好。大哥大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吴顺说到这里，他转身对着沈从清和白小玲磕了一个响头。还请大哥革去我的职位。他们都知道吴顺这么做是想以一人之力去给梅香报仇，而他要求沈从清革去他将军府的职位，就是为了事后不连累将军府。吴副将，你是与从清出生入死的好兄弟，现在不能因为你出了事情我们就抛弃你。如若这样，以后还有谁愿意真心跟着从清？请你相信我，我会给梅香姑娘一个交代。夫人，赫连白他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我相信他既然有能力坐上太子之位，也有这个脑力来做出最有利于赫连玉的决定。吴顺，你就相信你的嫂子，而且当天我会在她身边。吴顺想了一阵以后，他终是回答道：好。梅香用他的命才保住了他的命，他若不给他报仇，他一辈子不安心，他若去报仇也活不了。
最后他们两人都死了，可仇人却活着。如果夫人能够在不损害自己与将军府的情况下帮助他报仇，那么以后他吴顺的命就是夫人的。次日，厅房内，赫连白正在喝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跟着。白小玲与左青一起来了厅房内。左青，去门口守着。左青看着白小玲没有动。将军今早对他千叮嘱万嘱咐，让他一定要保护好夫人的安全，而且将军自己还在厅房外面藏着，他怎么可以出去？左青，太子殿下是光明正大的来将军府，将军府的人都看着，莫不成太子殿下还会为难我一个妇人不成？他凤眼打量着白小玲，这个白小玲倒是有几分意思，难怪连他那个油盐不进的三弟都会向着他说话。左青想了一会儿，他也就出去了。太子殿下亲自来访，看来是知道自己杀错人了。赫连白眼皮一跳，这个白小玲不仅有意思，而且还很聪颖，竟然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何以见得？太子殿下与三公主是出自同一娘胎，有些认识也是如出一辙。太子以为梅香只是一个宫女，错杀也就错杀了。别说梅香无亲无故，就算她有亲有故，她的家人又敢拿太子殿下如何？太子殿下大可不必因为这件事情来将军府，如今太子殿下来了，那就说明太子殿下知道了那件事情，想为了赫连玉的清白名声来将军府堵住我的嘴。赫连白脸色阴沉，白小玲这话里明明白白就是在指责他是非不分和草菅人命。白小玲如此开门见山，他也就不必藏着掖着。既然沈夫人如此豪迈，那本太子也就说直话了。本太子希望沈夫人能将那件事情烂在肚子里。白小玲淡然一笑，太子殿下是储君，以后就是东篱的君，我们皆为臣子，自然会顺从。不过太子殿下想我闭嘴也行，太子殿下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不奢望公主能来梅香的灵位前向她道歉，不过梅香从小就入宫，她是在公主殿陪伴公主长大的。如今她虽说去了，尸体留在将军府，在她头七那天，想必她的魂魄还是会回到公主殿。我希望三公主能在梅香头七那天晚上向她道歉。头七的说法，赫连白也听过。民间传说，人死以后的第7日会回到生前住宅看一遍再离开，在他眼中这些都不过是迷信而已，当不得真。好，太子殿下多操一点心，待会儿还有一样东西请太子送到公主殿，否则梅香的灵魂要是不回去，他可就听不见了。对于这种无稽之谈，他从来不信。好，若是无事，太子殿下请回吧，待会儿我还要去祭奠一下梅香姑娘，然后送她上路。唉，可怜的姑娘啊，年纪轻轻就这么去了，而且还死得这么惨，都怪命运不公。有的人一出生就是皇子公主，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贫苦贱民，说什么爱民如子都是假的，不过是为了麻痹人的神经，为了他更好的统治而已。赫连白的嘴角抽了抽，他明白白小玲这是在说他杀错梅香的事情。梅香的尸体停在将军府，本太子既然来了，就去看一下他。好啊，那我先去让他们都撤一下，特别是吴副将。自从梅香姑娘的尸体回来以后，就一直守着她，她现在应该是不想看见太子殿下的。赫连白心里想着，就算他是太子，但是白小玲说话可一点都没有给他留面子。太子殿下先在这里等一等，喝点茶水，吃点点心。我将他们清走以后，会让人过来请太子殿下过去。好。白小玲出了厅房，沈从清连忙迎上来，他压低声音道：没事吧？为何还将左青给赶出来了？可担心死我了。从清，你不宜待在这里，快些回书房去。他真是没想到
他竟真的躲在厅房外面。堂堂一个大将军，这样偷偷摸摸在自己的将军府，这事儿传出去，他们可得笑话他。不，我要陪着你。你若不听话，我便让东岳将你的东西搬回南院，以后不和你睡觉了。那我去书房。他知道赫连白不会对白小玲怎么样，但是他心里就是担心，他必须要将他放在眼皮子底下，他才能够放心。白小玲看着沈从清离开的背影，左清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夫人，都准备好了。那便好，半炷香时间以后，去将赫连白请到梅香姑娘的灵堂来。是，夫人。白小玲看向皇宫的方向，为了将军府与白家，她是不能与赫连白撕破脸皮。那件事情她不说，她要赫连玉自己亲口说出来，她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负责。她三言两语就害死了梅香，那么她便也亲口毁了自己的清白吧。停放梅香尸体的偏房内摆了一盆铃兰，赫连白不免被她吸引。他东宫之内的花草无数，却独独没有见过这种花。这是何花？铃兰。白小玲看向那一株长得正好的铃兰，这便是他让左清准备好的东西。待会儿还请太子将此花送到公主殿。为何？赫连白明白，白小玲不会平白无故让他送花到公主殿，此花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此花有毒。赫连白眼下一暗，沈夫人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只将它当作观赏植物种着，它无毒无害。我要它在赫连玉的窗前长着7天，好让赫连玉自己看看清楚，他究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沈夫人，我知道，在太子殿下眼中，赫连玉高贵不已，梅香的一条命抵不上他的一根头发，但是在我眼中，赫连玉比不上梅香。太子殿下，您虽贵为储君，有您的太后母后与大将军舅舅撑腰，是不会惧怕我这个妇人的。但是我今日也把话对太子殿下说个明白，是储君，终归不是皇上，最后是不是一国之君还不知道。若是太子不允，我便说出太子草菅人命，与赫连玉早已不是完璧之身的事情。到时候不仅太子殿下让人寒心，赫连玉也身败名裂。赫连白紧了紧拳头，他眼中的阴鸷又起。白小玲，你就不怕吗？怕，当然害怕，但是现在我的愤怒更多一些。在梅香姑娘的尸体前，我要好好问问太子殿下，您因为赫连玉的几句话就杀了梅香，您的心中就没有一点后悔吗？太子殿下，就请您好好想想，尖刀刺入心脏，这得多痛！就因为赫连玉的几句话，你杀了他。赫连白看向梅香的尸体一眼，昨夜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他看着那具尸体，竟是觉得梅香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他身体一颤，梅香昨夜受的那一剑被刺入了心脏，而且他是看着他气绝身亡的，他不可能会动。太子殿下，民间传言，惨死的人得不到投胎，只能在尸体周围转着，遇见自己的仇人，说不定还会出来打一个照面。不过都是些无稽之谈。白小玲看着赫连白的表情，他这副样子明明就是将他的话听了进去。或许吧，像我这样的妇人，整日没事就只会说这些无稽之谈。昨天夜里我还见了梅香，梅香一个劲儿的对我喊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赫连白的眼睛一直看着梅香的尸体，此时他的手竟然抬了一下，他浑身一凉，微微往后退了半步。白小玲见此，太子殿下，您怎么了？赫连白怒视白小玲。白小玲，你为何戏耍本太子？听不懂。梅香根本没死。他张大了嘴巴。没死？不可能，
昨天吴顺将他抱回来的时候，早就没了气息。他看起来如同睡着了一般，是昨夜入殓师为他整理了仪容。对了，说起那个入殓师，他可真是专业，还将梅香的伤口都缝起来了。赫连白的眼皮跳了跳，不要说了，因为他仿佛看见梅香的头也在动。他指着梅香的尸体，白小玲，你仔细看看，梅香究竟死没死？白小玲朝着那个方向看过去，死了，死得透透的。胡说！本太子刚才分明看见他动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赫连白。太子殿下，你可不要吓我。本太子为何要吓你？也罢，既然你觉得他死了，本太子误杀他，心中有愧，给他上一炷香，便也当作是对他的补偿。他将一炷香取过来，在烛上点着，可是那支香却如何都点不燃。白小玲有些无奈地摇头。太子殿下，恐是梅香姑娘不愿意接受您的道歉。她不接受，本太子倒也省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梅香的尸体直接坐了起来。他嘴里吐出一口凉气，尖锐的声音如同指甲抠着竹子。疼！赫连白全身一颤，出了一身冷汗，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将军府的偏房。他转身看向又重新躺下的梅香。梅香姑娘，打扰了。左青从后面走了出来，他解着绑在梅香手上头上的绳子。夫人，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有没有用处，7天以后就知道了。左青，将这香烛拿出去处理掉，换上新的香烛。是。这香烛里面加入了可以让人致幻的药粉，刚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一来他是借着这药粉和言语加大赫连白的想象与恐惧，二来便是借用了梅香的尸体。不过这样也算是梅香自己为自己报仇，那么他在下面也该瞑目了。公主殿，赫连玉听到声音，他扭头一看，见不是赫连白，瞬间一张脸黑了下来。太子哥哥呢？吴影将一碗黑漆漆的药放在桌上。太子日理万机，不能天天来见三公主。他昨天那样对赫连白说，赫连白又那么生气地走了，而且他还带走了梅香，这就说明他是信了。梅香怎么样了？死了。吴顺呢？没死。听到这个消息，他一脸不悦，他为何没死？吴影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公主，太子殿下让你喝了这碗药。这是什么药？他明知故问，也是在拖延时间。吴影脸上的不耐烦又添了几分。不知，太子殿下还留了话，让你事后自己处理干净。赫连玉的心里一颤，以前他闯的所有祸，赫连白都会为他处理干净。这一次的事情这么大，他却仅仅是让吴影送来了一碗药，这事后之事竟然要他自己处理干净，这不像是赫连白能对他做出来的事情。难道是他已经知道他在骗他了？吴影，你能告诉我，太子哥哥除了见过梅香和吴顺，还见了什么人？太子殿下的行踪，吴影无可奉告。药已送到，吴影告退。吴影说完这句话，没有向赫连玉行礼，就已经离开了。赫连玉看着那碗黑漆漆的药，将那药碗端了起来，然后一仰头，将里面的药喝了一个干净。约莫半个时辰过后，他的腹部传来一阵绞痛，他从凳子上一下子滚到地上。白小玲，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会从你身上千倍万倍的讨回来。秦府，这一夜秦洛喝得烂醉，他又来了冷霜房中。双儿，明日我们便要成亲了，我真是高兴啊。可我没有娘家，你要来哪里迎娶我？双儿，我就从秦府的后门将你接走，咱们去汴城绕一圈，整得热热闹闹的，
让全汴城的人都知道我娶了你，然后我们一起从秦府的前门进去，在大厅拜堂。冷霜皱着眉头，哪有姑娘是这样成亲的道理？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不怕，反正你都是我的人了。秦洛说着，他翻身向下，将冷霜压在身下，充满酒气的嘴在冷霜身上拱来拱去。他没看见此时冷霜的表情，他厌恶至极。虽说心里厌恶，但嘴上却很甜。洛哥哥，你等等，你喝醉了，我去给你端一碗醒酒汤，然后我们再继续。没醉，没醉，双儿，我快等不及了。自从见了五皇子贺连奇以后，他连看都不想看秦洛一眼，更不要说和他亲热。洛哥哥，难道你想待会儿吐在双儿身上？这他倒是不想，他若是吐在他的身上，他们就无法继续了。秦洛歪歪斜斜地坐了起来。那你快去。冷霜站起来，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然后去了厨房。冷霜将一包药粉撒在醒酒汤里，再用勺子搅拌了一下，这才端着醒酒汤离开。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他与贺连起约好，只要他不用嫁给秦洛，那么贺连起就会来带他走，让他做他的女人。他走到屋内，秦洛见他在笑。双儿，何事这么开心啊？冷霜坐在床边，舀了一勺醒酒汤。自然是想到明日就要与你成亲，心里欢喜。秦洛听冷霜这么说，也是双眼含笑。双儿，过了明日，汴城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秦洛的女人了，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他心里想着，是一个废物的女人，有什么好开心的？来，张嘴。秦洛喝了一口，继续说：双儿，你说双双这些日究竟去了何处？我都将秦府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可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影子。冷霜一边喂他，一边说：洛哥哥，双双就是贪玩，等到他在外面玩累了，自然就回来了。这样吗？一碗醒酒汤已经被冷霜喂完了，秦洛看见此碗已经见底，他一下子就抱住了冷霜。冷霜眉头一皱：洛哥哥，我刚刚好像忘记关火了，你再等等。这些丫鬟们会做好，不用你这个少夫人去做。洛哥哥，我刚才熬醒酒汤的时候，丫鬟们都已经睡了，这会儿该是早就和周公幽会去了，他们不会去查看。我们明日就要成亲了，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了什么乱子，我还是去看看吧。他又忍了忍，这才说：那你快去快回。好。冷霜出去以后，秦洛在房中左等右等，都始终没有等到冷霜回来。他以为他遇到危险，于是打算出去查看。他刚一站起来，就觉得头晕眼花，险些跌倒。他踉跄地走到门口，却发现门被从外面锁了。他捶打着门：开门，开门！冷霜就站在门外，他一直在等着秦洛毒发。等到你死了，我便会开门。他说话的声音这么冷，好像站在门外的那个人并不是他认识的冷霜。他所认识的冷霜温柔善良，说话柔声柔气，做事轻手轻脚，眼神楚楚可怜。而这个下毒害他、说话冰冷的女人，她是谁？你是谁？你将双儿怎么样了？哼！冷霜冷笑，看来我的演技还真是精湛。事到如今，你还不肯相信我就是冷霜。其实你割秦婉婉手指的那晚，我带着秦霜去看了全过程。他亲眼看着你割去秦婉婉的手指，划破她的脸，还想要杀了她。于是我恐吓他，如果他不听话，也会被你这么对待，割下来的手指拿去喂狗。你找不到他，是因为他害怕你，所以才逃跑了。还有啊，秦府的丫鬟仆人有一部分是自己离开，有一部分则是我让他们离开。我要让你身边的人都走光，
然后当今天这一幕上演的时候，将没有一个人会帮助你。秦洛的头越来越晕，不过他却将冷霜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要了我的身子。不是你自愿的。是啊，当初是我自愿的，可是我自愿将身子给刑部尚书。你是刑部尚书吗？你既不是刑部尚书，那我就不是自愿的。秦洛已经站不住了，他一下子跪在了地上，他不敢相信这一幕是真的。这辈子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儿，他哪里被这么设计过？而且这个设计他的人，还是他唯一一个想要在一起的女人。他挣扎着站了起来，然后偏偏倒倒地朝着墙壁上挂着的一把佩剑走去。秦洛用尽力气将剑取了下来，然后走到门边。冷霜，你接近我最初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当刑部尚书夫人？是啊，你莫不成是以为我看上了你？秦大少爷，你真该好好照照镜子，就凭你的模样，你的德行，你的能力，我能看上你哪点？还有，你最初是想要娶了我妻沈从清，让你在沈从清的面前有面子。我也将实话告诉你，其实沈从清他根本就不喜欢我，而他之前那么对我，也是被我骗了。冷霜！站在门外的冷霜被吓了一跳，这种药毒发以后就不能行走，力气衰竭，最后七窍流血而亡。尽管如此，冷霜看见他那双充满杀气的眼睛，还是被吓了一跳。你要做什么？秦洛挥着剑朝着冷霜劈去，但是他并没有砍到冷霜，而是身体随着那一股力摔到地上，一滩黑色的血从他的头部晕染开来。他用脚碰了碰他的身体，见他没有动静，他也松了一口气。他搬出早就准备好的酒，将酒洒在他的身上，还有他身后的房间，然后将一个火折子吹燃以后扔到秦洛的身上。大火燃起，他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再过一炷香的时间，他就可以大喊走水了。那时候秦洛的尸体差不多烧烂了，谁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刚走了2步，他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冷霜姑娘。他一回头，还没有看清楚来者的面貌，他感觉脖子一凉，没来得及发出一点声音，他的脑袋偏向一边，然后整个人倒在地上。他将那把佩剑扔到冷霜身上，然后将酒洒在他的身上。等到大火烧到了他的身上，他拂袖而去。沈从清与沈竹浪赶到秦府的时候，秦府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了。秦洛与冷霜的尸体都被抬了出来，表面烧得焦黑。他冷声问：确认了身份了吗？据丫鬟仆人的述说，这2具尸体应该是秦大少爷秦洛与冷霜。沈从清的眼瞳一缩，竟是冷霜。有什么结果没有？经过对尸体的初步检验以及对现场的勘查来看，这场大火是人为，男尸身中剧毒，女尸颈部被割断，凶器就是现场的一把剑。查清楚凶器的来源，封闭现场。现场应该还有第3人来过。仵作有些不明白，沈将军只是看了一眼女尸，就做了这样的判断。死者伤口切面平整，而那把剑已经生锈，能做到这样一剑封喉的，必然有深厚内力。秦洛生前并未习武，而且他当初身中剧毒，无法做到这一点。仵作听完沈从清的分析，一个个心服口服。其中一个仵作说：沈将军，你不是行内人，竟然观察得这般仔细，而且分析得十分有理，在下佩服啊。不过是因为会武，而且了解死者而已，其他的话不用多说。既然秦府来了人，那么久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仔细观察。是。沈竹浪跟在沈从清身后，两人朝着人群外走去。沈从清看向秦府的一处围墙，然后跃身而上，借着月光，他看见了围墙上有半个脚印，
大哥，发现了什么？半个脚印。这能看出什么？暂时不能看出什么，但是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不过这个人既然能突然消失，毫无踪迹，那就说明他在东里有一个隐藏他的身份。主浪，现在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件事情只需你知我知。大哥，那他是谁啊？幽冥的主上。幽冥不是灭了吗？是灭了，但是幽冥主上并没有死。当时我们剿灭幽冥太过容易，说不定并不是我那么快剿灭了幽冥，而是帮他清除了一颗废气而已。沈竹浪听了以后心里一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个幽冥主上也太可怕了。公主殿一大清早就有几个穿着道袍的道士在公主殿前开坛做法。贺连玉被这些声音吵醒，他十分生气，走出来看见这群道士以后，正打算一通乱骂，没想到却看见了吴影。他直接走到吴影面前：“吴影侍卫，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夜梅香回魂，太子殿下让我请来道士驱鬼，太子希望公主能向梅香的亡魂道歉。贺连玉瞪大了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你胡说，梅香是她自己死的，与本公主有什么关系？究竟和三公主有没有关系？三公主心知肚明。你带人来将本公主的公主殿弄得乌烟瘴气，本公主要去皇上和皇后那里问问，一个侍卫有权这样做吗？吴影挡住了贺连玉的去路。公主若是去了皇后和皇上那里，那么告的可是太子殿下的状。公主殿下可想清楚，若是您这般做了，以后要太子殿下如何再向着您？可是太子哥哥，他也不能将道士请到公主殿来做法，这样……公主殿下，太子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太子7日前去过将军府一趟，梅香的尸体也停在将军府。我当时在房外，虽然不知道房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太子殿下出来以后脸色非常不好。太子哥哥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贺连玉拗不过吴影，他回到公主殿内自己的房中，看着一群道士又舞又跳，其中一人举着手中的桃木剑，他尖锐的声音喊道：怨鬼梅香，为何不愿离去？贺连玉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他心里只觉得他们在装神弄鬼。冤屈？什么冤屈？贺连玉发出冷哼声，就算梅香有冤屈，她活着是他的宫女，死了也得服从他。你要向谁讨债便向谁讨债，我只是个区区道士，与你无怨无仇，你不要害我。此道士说完，一下子从台上滚了下来。贺连玉厌恶地朝着台子上看了一眼，他看见一个穿着血红衣服的女人站在台子中央，那双眼睛流着鲜血看向他。公主，公主，我死得好惨啊！不可能，梅香已经死了，而且尸体都已经埋了，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血红衣服飘到他面前。公主，我好疼。公主，你为什么要撒谎？贺连玉这才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鬼魂正是梅香。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他抓住一个宫女的裙角喊：梅香，你走开，你走开！吴影见此，对身边的侍卫道：快去请太医。贺连玉的幻觉越来越严重，他自己的手掐住自己的脖子，然后拼命喊：不要杀我！我不是故意诬陷你与吴副将，我不能让人知道我的秘密。梅香，你原谅我，我是高贵的公主，我不能让人知道我在地道被人凌辱。听到此事的人都一脸震惊。可我有了孩子，这件事情被大哥知道了，我瞒不了。
所以才编出你和吴副将之间的事情，说是吴副将错将我当作你，然后。贺连玉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便被自己掐晕了过去。将军府北院，夫人，昨夜做法的道士们都出宫了，一切如夫人所料。白小玲咬着一块红纸。那件事情就此作罢。我好久没去仙书超市了，左青，陪我去看看。到了仙书超市1号店，1号店掌柜愣了一下。白小玲以前来店里都是穿着男装，这一次她怎么穿了女装？1号店老板有些不确定地走到她身边，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夫人，请问想看一些什么呀？白小玲脸上是笑，她就是喜欢1号店老板的这股眼力劲儿。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仙书超市，而她却还记着她的所有细节。这一次她穿了女装，所以她并不着急叫她白老板。掌柜，里面说话。是。掌柜随着白小玲来到内屋，他对白小玲行礼。白老板，您今日为何穿了女装来店里？掌柜，以后我恐怕穿女装来店里的情况会比较多。1号店掌柜沉默了一会儿。白老板，这是为何呀？以前不穿女装，一来是为了方便，二来是不想被人知道我是将军府的夫人。但是这件事情瞒不了所有人，所以我打算仙书超市只在汴城开3家店。白老板，这仙书超市生意很好，而且每天都是供不应求。以我来看，我们在3年内开10几家店都不成问题。他也不相信这不成问题，而且还不止10几家店。但是之前白千云说的问题，他也不得不考虑。若是只是一个平民的身份，那么自然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但是她是沈将军夫人，她有兵权，已经让皇家忌惮。如果她再有了银子，那么皇家可就要起疑心了。以后她明面上的产业都只能是汴城的3家仙书超市以及莲花村的一个专场，除此以外，其余产业都要在苏天启身上。他的新身份苏天启，苏州人，年30，无妻无子。李掌柜，我不宜风头正茂。李掌柜听了白小玲的话，他点头。只可惜白老板是女儿身，若是白老板是男儿身，定是能闯出一番名堂来。他说着，却将账本拿了出来。白老板，这是这月的账目，您对一下。他摇头。账目的事情还是每月送到将军府来，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对账。李掌柜，你最近去见一见钱掌柜，2人商量一下，然后开始大量招新人。3号店在今年年前会开业，注意新人的招聘，以德为先。是，白老板。还有，最近有一位苏州人士的苏老板要与我们合作，他初次来汴城，对此还不熟悉，手下的10几家店铺都会在近几个月开业，但是手里人手不够。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替苏老板也招100来人，其中掌柜15人，每个掌柜配1名算账先生以及2名伙计。苏老板会给我们招工银子。白老板，这位苏先生可是苏天启先生？是。那位苏天启先生是苏州那一带有名的2世祖，但是听说他从小染病不能出府，而且年纪30都并未娶妻。前段时间听说他病得厉害，他又怎么要进汴城做生意了？就是因为苏先生的身体不好，所以他才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他。他说人活一世不容易，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不想再那样活着。夫人请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帮夫人做好。店里可还有白菜？李掌柜愣了一下。还有10来斤的样子。你今日派人去对菜农说，明日我们要加大白菜的进货量，等到明日白菜到了以后，送100斤来将军府。将军府的蔬菜也都是仙书超市供应，虽然平时也买白菜，
但是却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多。夫人，白菜放不了太久，而且新鲜的白菜味道更好，可以买的少一些。我每日都派人送来白菜。我是要做酸白菜。李掌柜听了，心中更加佩服他。白掌柜一个女子，不仅会做生意，而且还会做酸白菜，真是厉害。沈夫人，本皇子查到，上次在公主殿跳驱鬼舞，最后被吓到滚下台的那位道士是将军府的人。白小玲这才抬眼看他，原来这些他都知道。是。本皇子的那个三姐这次做的实在过分，她被父皇母后宠坏了。他竟然没想到赫连启会这么说，而且今日所见的那个赫连启和上次他见到的那个锋芒毕露的赫连启一点都不像。五皇子的见解倒是和太子殿下不一样。大哥也就是太偏爱三姐了。要我说呀，三姐之所以变成这样，他们都有错。这样吗？在他的认识里，皇家之人都护短，想不到赫连启还是其中的一股清流。可是赫连启之前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他对此还保留怀疑态度。他总觉得赫连启故意接近他是别有所图。沈夫人，这件事情我不会说，沈夫人想必也明白。我在汴城内还是有些生意，但是我并无太多做生意的经验。我见沈夫人很有经商头脑，希望沈夫人在这方面能够带带我。五皇子看似顽劣不堪，实则心细如尘。这些事情五皇子心中自有一个数，不必我来带。听到这里，赫连启又对白小玲另眼相看了几分，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那么了解他，奇迹呀！其实吧，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与沈夫人建立一点交情，以后去将军府能有一个像样一点的理由。我有心想与沈将军讨论一些朝堂之上的事情，但是沈将军对于这方面完全是油盐不进。沈夫人与沈将军的感情这般好，我这算是投其所好。五皇子，小玲不懂你口中的朝堂之事，若真是那方面的事情，还请五皇子直接与从亲说，从亲怎么做决定，那就是怎样。我在那个领域不擅长，所以并不会左右他的思想。他的言外之意，五皇子不要在我身上白费心机了，我是不会在他耳边吹风的。赫连启的脸色有些难看。既然如此，本皇子以后定不做过多打扰。白小玲对他微微颔首，以示感谢。赫连启下了马车，宣初见他那个表情，就知道他又没有成功。咯吱一声，门被推开了，他看到屋子里面的一切，惊呆了眼。他看着床上坐着的那个穿着嫁妆、戴着红盖头的人，不确定地问：小玲，这些都是你为我做的？从亲，我们还没有正式拜堂过。说到这件事情上，沈从清又是对他心存愧疚。他在他们成亲的前一天就参军去了，他们的确没有拜堂。从亲，我想看看你穿着喜服是什么样子。那么今晚他们就再拜一次堂，再成一次亲，再入一次洞房。小玲，这是不是你们那边的求爱方式？他的动作愣了一下。啊，你在说什么？很奇怪，你明明就是白小玲，可有时候我又觉得你不是白小玲。你会太多我们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东西了。一直想问你是谁，但是一直忍着。我想你来告诉我，可你一直不说。我不说，就是害怕吓到你。小玲，告诉我。我的确不是真正的白小玲，但是我也叫白小玲，来自很远的地方。他说完这些，他拉住他的手，一下子拥他入怀。那你不要回去，就算要回去，也得带着我和白白回去。他任由他抱着。我不回去，也不知道怎么回去。从亲，能认识你，能和你结为夫妻，是我最幸福的事儿。我也是。说完，他的嘴唇覆盖在他的唇上，
然后疯狂索吻。次日，小玲，从亲，小玲，今日白府的人传来消息，大哥今日要将未来嫂子带回去，爹让你我回去一趟。两人朝着将军府外走去。从亲，你今日为何回来的这么早？刑部的事情本就该逐浪去做，我已经帮他这么久了，剩下的事情得由他自己完成，否则他无法成长。那件事情有进展吗？有进展，不过在案情没有完结之前，我不能对你说。好了，我知道了，我也没想知道，知道的太多伤脑子。他看向他，那么我要将你10几年前案卷丢失的事情告诉你吗？那件事情似乎也挺伤脑子的。小玲，从清，快过来这边坐。白老爷给沈从清和白小玲留的位置是离他最近的位置，而在左边离他最近的位置是留给白千云以及今晚要来的那位姑娘，这让白二夫人和白玉一极其不乐意。白玉一心里想着，白小玲根本就不是白家的女儿，却因为嫁给了沈从清而得到爹的这般厚爱，她不服。可是偏偏这件事情不能泄露，只有他暗自除掉白小玲，白家才是安全的。小玲啊，你的眼光好，这次千云将那个姑娘带回来以后啊，你可得好好看看。爹，那位姑娘为何要晚上来白府？怪不吉利的。白老爷脸色一沉，那位姑娘家离汴城远，你大哥他们已经一早就出发了，待会儿可不许说这件事情。老爷，千云之前谁也看不上，这次却看上了一个穷乡僻壤的姑娘，也不是我瞧不上她，主要是她在那么偏远的地方长大，大概对于礼仪规矩一点都不懂。若是千云真的娶了她，我真是害怕千云被人笑话。好了，都不要再说了。婚约之事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我更希望千云能够娶自己心爱的女人，而不是为了所谓的门当户对而委屈自己。白二夫人很不服气，虽说白大夫人已经死去多年，但是白老爷的心里一直留着他的一席之位，对于白千云和白小玲都要更加偏爱一些。白二夫人看了一眼玉占，眼中尽是厌恶之色。玉占只是喝着手里的茶，他并没有对白二夫人的表情上心，仿佛是已经习惯了这样。娘，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你这个当姐姐的倒是没有妹妹动作快，小玲都已经为沈家添了一个大胖孙子了，而你的肚子却一点响动都没有。若是你男人不行，不如趁早和离，你还年轻，还可以再找一个。白二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丝毫没有避讳玉占也在场。如此看来，玉占真是可怜呢。好了，你说那件事情做什么？之前还不是因为御医和他聚少离多，所以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吗？依我说，以后玉占就待在汴城，过不了多久2个人就会有小孩了。姐夫，你若不嫌弃，我的仙书超市3号店开张的时候，你来我店里当掌柜好吗？玉占这才抬眼看向白小玲，这个女人太过聪颖，离她越近，越是有被发现的可能。我之前的生意还有一些没有做完，暂时不方便过去。白老爷一听，他一拍桌子：玉占，对，请恕玉占不能做到。玉姨今年快要25了，汴城哪个能叫出名字的女子25还没有生育？你要是能给我找出3个来，我就跟你姓。爹，这事儿是我连累了玉姨。刚才娘说的也对，我不该再耽误她。若是玉姨遇上了合适的男子，我便会写好和离书，还她一个自由。